我靠着祖传手艺在乡镇酿酒，一天狂赚上万元。可眼红的恶霸房东为了独吞利益，竟当众撕毁合同，将我扫地出门，还强行霸占了我后院30缸价值30万的极品酒期。对此我没吵没闹，转身就带走了酿酒的命根子核心酒曲，还顺手去工商局彻底注销了生产资质，直接把他的发财宝地变成了违法的黑作坊。直到3天后，他抢过去的摇钱树全发霉，变成了恶臭的泔水。他为了强行回本，作死搞来了带有害的工业酒精糊弄乡亲。他以为自己天衣无缝，却不知道他大半夜在院子里干的那些龌龊事，全被我提前安好的高清探头拍成了足以让他把牢底坐穿的高清连续剧。给我打20斤高粱酒，马上过年了，家里亲戚多，就是你家这口纯粮酿的。我要10斤包谷酒。小林啊，你这手艺绝了！镇上超市200块1瓶的包装酒，喝着都没你这散酒顺口，不上头。张大爷，您拿20斤，收您300。慢走啊，提前祝您新年好。李哥，10斤包谷酒150，您拿好。短短一上午，我就卖出去了几百斤酒。在这个不起眼的乡镇街头，我的酒坊每天的纯利润能达到大几千块。临近过年这阵子，一天赚上万都不稀奇。大伯，这林远今天一上午起码进账了大几千吧？这小子一天赚的比我1个月打工都多。哼，几千，我看上万都有了。这小子租我的院子3年，一年比一年挣得多。现在临近过年，这几天的流水比老子收他2年的房租都多。那是人家手艺好啊。不过大伯，你说这酿酒到底有啥秘方，真这么赚钱？有个屁的秘方！这几天我天天半夜趴在窗户根看他干活，我看得很清楚，不就是把高粱、包谷用水泡了，放锅里蒸熟，然后摊凉了撒点白粉粉，最后扔进缸里用水捂着发酵吗？有手就能干的事儿。那是我们林家祖传了3代的酒曲，用水捂着，那是极其严苛的控温。他们居然以为酿酒是过家家。大伯，你的意思是，后院那30口大缸，昨天刚装满发酵的酒鱼，我偷偷问过懂行的，那30缸要是全烤出酒来，起码能出3000斤极品酒，按现在的过年价，少说值30万。30万！去，把咱家那些堂兄弟都叫上，这30万老子今年必须留在自己兜里，过肥年的只能是我赵大山。他林远一个外地佬，凭什么在我的地盘上赚大钱？这院子是我的，水是我的，连那酿酒的锅台也是当初我搭的，老子今天就让他滚蛋！今天上午的酒卖完了，下午大家再来吧。我知道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但我一点都不慌，因为在这个法治社会，无知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这批酒是我准备在大年30上市的风缸酒，也是我大半年的心血。他身后跟着7、8个膀大腰圆的汉子，都是他本家的兄弟和侄子，手里还拎着铁棍和扳手，一副社会人的做派。门外的乡亲们听到动静，纷纷围了过来，但看到这阵势，都不敢靠前。赵叔，你这是干什么？门踢坏了，可是要从押金里扣的。扣什么押金？林远，今天正式通知你，别干了，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滚蛋！赵叔，我们的租赁合同还有2年才到期，白纸黑字签了字的，你现在让我走，属于单方面违约。在老子的地盘，老子的话就是合同。你这破酒坊整天烧火冒烟的，村委昨天刚下了口头通知，说你这是严重火灾隐患，勒令马上关停。为了村里的安全，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走。要钱？你做梦！你弄脏了我的院子，我还没找你要清洁费呢，1分钱没有，赶紧滚！那我后院这30缸酒壶，我也得全部拉走。放肆！林远，你别给脸不要脸！这30缸东西是用我们院子里的水泡的，装在我们院子里的缸里。你现在属于消防违规被赶走，这些东西就当是给我们的违约和消防补偿了，一滴水你都别想带走。赵大山，你这太过分了，明抢啊！就是，人家小林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你这就给人截胡了！都给我闭嘴！哼，林远，我数到3，你现在自己提着包滚出去，不然我这些兄弟手里的棍子可不长眼，打残了你，大不了我赔点医药费。跟这群不讲理的拼体力是最愚蠢的做法。真正的商人只用规则杀人。好，我走。哈哈哈，算你小子识相！盯着他，
别让他夹带私货。除了他自己的破衣服，一根针都别让他带走。这里面装的是我们林家祖辈传下来的核心木本酒曲。酿酒行业有句老话，曲是酒之骨，没有这玩意儿，后院的30缸极品酒过不了3天就会变成一缸缸发臭的酸水。赶紧滚！以后别让我在镇上看见你。快快快，把盖子都盖严实了，这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这赵大山欺人太甚，30万的酒败啊，就这么拱手让给他了。走，我叫几个兄弟，咱们去把厂子砸了。大伟，砸场子是寻衅滋事，要进去蹲局子的，我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那你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算了，我林远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大伟，你知道酿酒最关键的是什么吗？粮食、水，是酒曲和对温度的绝对把控。那30缸酒今天刚好到了发酵的临界点，如果明天不加我这独门酒曲进行2次发酵，并且把温度降下来，里面的酵母菌就会全部死亡，杂菌会疯狂繁殖。意思是，不出3天，他赵大山抢过去的摇钱树，就会变成30缸臭气熏天的泔水。不仅如此，我明天还要送他一份大礼。您好，我要办理注销。白酒小作坊登记证，林远是吧？你这酒坊开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注销？注销了想再办可就难了。不想干了，身体吃不消。行吧，办好了。从现在起，你原来那个地址就不具备任何生产和销售白酒的资质了。一旦发现，那就是处罚。明白，谢谢。我把证件一注销，赵大山那个院子瞬间就变成了黑作坊。他不是想当酒坊老板吗？他不是想卖酒赚大钱吗？我不仅抽了他的底火，还给他挖了一个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深渊。赵大山，你的30万发财梦该醒了。点火，给老子炸响一点，让全镇的人都知道这酒坊新造了。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街坊邻居，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赵记酒坊正式开张了。你家祖上8代都是种地的，哪来的祖传酒坊？再说了，以前这不都是人家小林在干吗？就是啊，你把小林赶走了，你自己懂酿酒吗？别糟蹋了粮食。你们懂什么？以前的林远就是个给我打工的，他用的全是我赵家给的祖传秘方。现在我把他开除了，我们赵家自己掌锅烤酒。今天为了回馈街坊，第一锅极品好酒统统8折，先交钱后打酒。给我来10斤！我要20斤，钱先给你，我桶放这儿了啊。老赵，你动作快点，这大冷天的。强子，火烧大点，外面几十号人等着呢。大伯，你快来看看，这玩意儿怎么看着稀水朗朗的，上面还长了一层绿毛，而且味道有点冲鼻子，酸掉牙了。你懂个屁！这叫酒气熏人，发酵的好才这样。林远那小子之前每次开缸，院子里不也是飘着味吗？赶紧的，上盖子，上冷清器，开大火烤。外面几千块钱都收了，难道退回去？老赵，这都烧开锅了，怎么还没闻见酒香啊？就是啊，以前小林烤酒，火一开就是高粱的香味儿，你这怎么
怎么感觉像是在煮猪食啊？大惊小怪，这是浓香型，这刚发酵的酒，老焦池的味儿就是重。强子，出酒没有？出了，大伯。我的老天爷，这什么味儿啊！太恶心了！祖传秘方呢？原来赵家的祖传秘方就是沤大粪啊！这酒谁喝谁死！别走啊，乡亲们，这只是头酒，把这股味放掉就好了。少废话，把我刚才交的100块钱退给我，真他晦气！退钱！大伯，怎么会这样？我看林远就是这么干的，步骤一模一样啊！完了，全完了，30万啊！我的30万啊！林远，你这招釜底抽薪太狠了！你是没看见赵大山退钱的时候那个苦瓜脸，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意料之中，酿酒靠的是微生态环境，他以为有个锅就能出酒，简直愚蠢透顶。不过大伟，以赵大山那种雁过拔肉的贪婪性格，他绝不会就这么把30缸粮食扔了认栽。这几天你帮我盯紧点儿，他肯定会憋什么歪招。大伯，我把王老板请来了。这个王老板是周边几个县有名的黑心酒贩子，专门捣鼓一些见不得光的造假勾当。赵老哥，你这发酵彻底失败了，酵母菌全死绝了，杂菌占了上风。这玩意儿连喂猪都嫌烧喂，直接倒沟里吧。倒掉，王老板，这30缸可是上万斤的粮食啊！我搭进去小几万，你门路广，只要能变现，我给你抽30%。办法嘛，倒也不是没有，就看赵老哥你胆子够不够大，心够不够黑了。你说，只要能把这本钱捞回来，还能赚钱，我赵大山什么不敢干？你这酒既然烤不出酒，那咱就不烤了，费那柴火干嘛？现在市面上最流行什么？液态发白酒，说白了就是酒精勾兑。我去给你弄几10桶食用酒精来，你兑上井水，再加点科技狠活，要多少酒有多少酒。科技狠活？那是什么玩意儿？没见识了吧？看看，这是高浓度的除苦剂，这是超标的甜蜜素，这是高倍数的己酸乙酯香精，还有增稠的塑化剂。你的酒拔不是酸臭吗？没事，不用管它。你直接用酒精和水按比例兑好，然后滴几滴这玩意儿进去，我保准这水立刻变成挂杯拉丝，浓香扑鼻的陈年老窖，连镇上那些喝了几10年酒的老酒鬼都绝对喝不出真假。大伯，这招高啊！不用烧火，不用发酵，用水和酒精就能变出酒来，成本几乎为0啊！这简直是1本万利的暴利。王老板，这玩意儿喝了不拉肚子吧？我可是要在镇上卖的，万一喝出人命，警察找上门。哎呦，我的赵老哥，你胆子怎么比芝麻还小？你想发大财，还想当好人？我给你透个实底儿吧。为了把成本压到最低，我给你弄的虽然名义上是食用酒精，但里面混了30%的工业下脚料，价格便宜1半。工业下脚料？那是工业酒精啊，里面有马醇，会喝死人的。死不了，只要你不当白开水喝，死不了人，顶多就是上头快、口干舌燥、头疼个2、3天，严重点视力模糊一下。你想想，那些农村老头喝醉了头疼，他只会觉得是自己酒量不行，或者是酒劲大，谁会怀疑你的酒有问题？赵大山看了看后院那30缸废料，又想了想原本该到手的20、30万巨款，他的眼神在月光下剧烈变换，内心的贪婪彻底吞噬了最后一丝良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干了！他林远一个外地人都能赚几10万，我赵大山凭什么不能赚？王老板，你马上给我调货，越多越好。我要赶在腊月23小年之前把这批酒全忽悠出去。哈哈哈，爽快！我就喜欢赵老哥这杀伐果断的性格。今晚2点，我亲自带车把科技狠活给你送进后院，准备好现金。林远，出大事了，太邪门了！
赵大山那个老王八蛋，昨天突然又把大门打开卖酒了，而且打出了吐血大甩卖、老高纯粮酒10块钱1斤的红布条。镇上好多贪便宜的老头老太太全跑去排队了，跟疯了一样抢。10块钱1斤，纯粮酒光算高粱的成本加人工，火耗底价都不止10块，他那些酒杯全烂了，怎么可能烤出新酒？谁知道啊？院子里根本不冒烟，连那个大锅都没点火，就看他端着个大水管子往一口大缸里注自来水，然后拿个大木棍子在里面搅和2下，舀出来就直接卖。最他妈离谱的是，你闻闻，这酒味儿还挺香，比你之前酿的味儿还大。己酸比之香精，外加严重超倍的甜蜜素和增稠剂。好家伙，他还真敢下死手！这哪是酿酒，这是在搞化工。假酒，纯勾兑的，这可是要判刑的。他哪来的底酒勾兑？他连发酵失败的酒布都不肯扔，你指望他花高价去买正规的优质食用酒精来做底酒？我敢拿命打赌，他绝对掺了工业酒精下脚料。这玩意儿甲醇超标是要人命的。大伟啊，你这有醒酒药没？我头疼的要裂了。昨天在你赵大伯那儿买了2斤，晚上才喝2两，眼睛也模模糊糊看不清，真是不中用了。二叔，你马上回屋多喝热水，这几天千万别再碰那个酒了，那酒有问题。林远，不能等了，赶紧报警抓他呀！我二叔都喝出毛病了，万一村里哪个大爷喝出人命怎么办？报警需要确凿的证据，光靠这一瓶酒，他完全可以推卸责任，顶多罚点款。大伟，记不记得搬走那天下午我让你办的事儿？我去，我想起来了，你让我找我二表舅，在他家2楼正对着赵大山原门的屋檐底装了个隐藏的探头。走，去拿硬盘。半小时后，停，倒推到前天晚上凌晨2点。这足以证明桶里装的绝非寻常勾兑酒精。铁证如山。林远，有了这录像，赵大山死定了。咱们现在就把录像交到派出所去，让他蹲大牢。现在交不，火候还差一点。还不急？他已经在卖了，我二叔都头疼了。大伟，你知道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量刑上的区别吗？不懂，反正都是犯法。前者如果没有造成大规模恶劣影响，他花点钱找关系，顶多没收作案工具，罚款，关个10天半个月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还是村里的恶霸，但后者是重罪，只要有确凿的受害人医疗鉴定报告作为辅助证据，起步就是刑法。你的意思是，他既然敢为了钱害乡亲做初一，我就让他彻底没有食物。让子弹再飞一天。明天镇上医院的急诊科一旦有人因为甲醇中毒就医，咱们手里的录像就是送他进去的催命符。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北方的小年，天刚蒙蒙亮，镇上的宁静就被撕裂了。林远，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二叔不行了，早上起来突然大口吐白沫，眼睛翻白，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刚被救护车拉去县医院急救。只有你二叔一个吗？村里其他人呢？不止，全乱套了。村东头的王大爷、李瘸子，还有隔壁村好几个老头，全都在半夜发病了，症状一模一样，全是一头栽倒，上吐下泻。镇卫生院的床位都挤爆了，大夫说全是严重的食物中毒，连夜往县里送的。甲醇中毒爆发了，走，先去镇卫生院拿初步化验单，然后去赵大山那儿。小林，这事儿不对劲儿。这几个老头昨天晚上全喝了赵记酒铺的便宜酒，现在全都成这样了。我刚做了加急的毒理筛查，血液里的甲醇浓度严重超标，这是急性甲醇中毒，喝多了是会死人，会瞎眼的。谢谢刘哥，把化验单给我复印一份，留作底档。你赶紧向上面汇报，这属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黑心作坊，还我血汗钱！赵大山，
你个畜生！你卖的什么毒药？我爹要是瞎了，我今天打死你！杀人偿命！大家给我砸，把这个黑心窝子砸平了！都不许乱来！谁敢动手，老子报警抓谁！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听我说，跟我没关系！放屁！我爹昨天就喝了你家买的10块钱1斤的酒，今天早上就进了抢救室，大夫都说是假酒中毒，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这跟我没关系啊！是林远，对，就是林远这个畜生干的！乡亲们，你们想啊，后院那30缸酒全都是林远走的时候留下的。他肯定是因为我涨房租怀恨在心，在那30缸发酵的粮食里下了毒。我是冤枉的，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啊！对对对，就是林远投的毒，这酒就是用他留下的底料兑的水。你们要打去打林远，找他要医药费。真的假的？是小林下的毒？不能吧？小林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孩子。可这酒泡确实是小林留下的呀，万一他真的是投毒呢？你大爷的赵大山！你死到临头还敢血口喷人，老子今天弄死你！大伟，别动，让他跳，他现在跳得越高，等会儿摔下来的时候就死得越透。你个小崽子还敢威胁我？我今天要不把你腿打断，我就不姓赵！同志，你们可算来了！同志，我要报案，我要实名举报林远，他为了报复我，在我的酒缸里下了剧毒，害得全村人食物中毒。你们快去抓他，千万别让他跑了呀！哦，赵大山，你这颠倒过黑白的本事，不去说书真是屈才了。林远，你还敢出现？同志，就是他，你就是林远。他举报你诈骗，你怎么解释？解释，对付这种人用不着解释，只用证据说话。大家看清楚了，这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注销回根单，上面的日期是腊月16，也就是说，早在7天前我就已经彻底注销了这家酒坊的合法生产资质。这7天里，我一步都没有踏进过这个院子。请问赵大山，我是怎么隔空在你那些烂掉的酒缸里下毒的？那就是你16号走的时候下的毒，还不死心是吧？队长，麻烦你们看一下这个 U 盘里的高清监控录像。赵大山，你敢说这面包车上卸下来的是大米吗？大半夜鬼鬼祟祟运进来的这些蓝色化工桶里面装的是什么？你心里没点数吗？这叫我怎么相信你？这明明是你赵大山为了赚钱丧心病狂，买来廉价的工业酒精和化学香精，自己亲手在院子里勾兑毒酒。警察同志，这是镇卫生院刚出具的几位受害者的初步毒理化验单，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血液甲醇浓度严重超标，属于重度工业酒精中毒。赵大山，你不是说要报警抓我吗？现在你准备好把牢底坐穿了吗？全体都用，立刻封锁现场，全面搜查。你们干什么？没有搜查令，不能乱闯。不要妨碍公务。拉开。队长，初步检测确认甲乙严重超标，这就是劣质工业酒精，人赃并获。赵大山、赵强，我现在以涉嫌生产、销售毒有害食品罪，
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将你们拘留，带走。警察同志，我错了，我不知道那是工业酒精啊，都是那个姓王的酒贩子骗我的，我是冤枉的。李远，我求求你帮我求求情吧，咱们好歹是邻居，你还在我院子里住了3年呀，你跟警察说你原谅我了，我把钱全退给你，双倍、10倍退给你，求你别让我坐牢啊！赵大山，如果是普通的违约，我拿了赔偿金就算了，但你为了赚钱，连乡亲们的命都不顾，你不是在坑钱，你是在杀人。法律不会原谅你的，被你害进抢救室的乡亲也不会原谅你，你的下半辈子就踩着缝纫机慢慢忏悔吧。带走！李远，你不能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抓得好，这种处就该枪毙。小林，这次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留了个心眼，我们全得被这老王八蛋害死。真解气，李远，你这招不战而屈人之兵绝了！我看这十里八乡，以后谁还敢欺负你是个外地人？林远，醒醒！最新消息，县医院那边传来准信了。人抢救过来了吗？命是保住了。昨晚县里调了最好的专家，连夜洗胃透析。不过村东头的王大爷视神经受了永久性损伤，以后看东西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了。还有几个大爷肝肾功能严重衰竭，这辈子算是成了药罐子。工业甲醇的毒性太霸道了，这已经是万幸。赵大山那边呢？彻底歇菜了。我听派出所的哥们说，连夜突审。赵大山一开始还想狡辩，结果看到你提供的监控录像，当场就尿了裤子，全招了。那个卖香精和工业酒精的秃头王老板，昨天半夜在临县的洗浴中心也被按住了。这下算是连锅端，大快人心啊！他罪有应得，那些贪便宜去买酒的乡亲，这次也算花钱买了个血的教训。小林啊，林老板在吗？小林啊，婶子对不住你啊！昨天赵大山那个杀千刀的往你身上泼脏水，婶子居然还信了半截。要不是你留了监控录像，咱们全村人都要被他害死，还要冤枉你个好人啊！林哥，啥也不说了，我爸在医院躺着，他让我一定来谢谢你。没有你带着警察来得及时，他今天就没命了。这些土特产你无论如何得收下，大家快把东西拿回去。这我不能收。乡亲们，我林远只是做了个懂法公民该做的事，大家不用觉得欠我什么。小林老板仁义啊，以后咱们只认林老板的酒，别人给钱我都不喝。林先生你好，我是电视台第一现场的记者苏萌。镇上这起特大假酒案已经引起了全省的轰动。我们了解到您是第一时间揭发赵大山罪行的人，我们想给您做个独家专访。可以，就在这儿拍吧。林先生，据反映，赵大山强占了您价值30万的酒头，您为什么没选择激烈反抗，而是一言不发的离开？因为跟不讲理的法盲动手，除了拉低我的底线，没有任何意义。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我相信规则。但这30万的损失，您就心甘情愿认了吗？那不是损失，那是我给他留的陷阱。赵大山以为抢走了发酵缸就能烤出美酒，但他这辈子都不会懂，纯粮固态发酵靠的是几代人提存的核心母本酒曲和极其严苛的控温技术。没有我的独门酒曲，那些粮食不出3天就会发霉变臭。那赵大山后来卖的酒，您是怎么一眼看穿里面有科技狠活，甚至判断出有工业酒精的呢？太简单了，现在的黑心商妇最喜欢用3精1水来造假，酒精、糖精、香精加上自来水。赵大山为了压低成本，连正规的食用酒精都不舍得用，直接上了含有致死量甲醇的工业下酒料。不仅如此，他还违规超量添加了高倍数的己酸乙酯。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大家记住，真正的纯粮酒，它的香是粮食经过岁月发酵的复合脂香，空杯留香持久，
喝完口不干，头不痛，而那种一开盖就香的刺鼻，喝完头疼欲裂的便宜酒，100%是化学勾兑的毒药。赵大山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谋财害命。作为一个坚守古法的酿酒人，我绝不允许这种砸我们饭碗、毒害乡亲的人逍遥法外，所以必须亲手把他送进去。我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游戏开始了。林远，你现在可是全网的大红人啊！昨天一天起码有几百号人打电话到镇上来。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重新找个院子支起锅来酿酒啊！这可是大把的钞票。镇上的院子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量产。如果要建个小厂房、买设备、办正规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最起码得200-300万的启动资金。我之前赚的钱加上押金，满打满算不到50万，差得太远了。唉，这可真是守着金山没铲子。林远，你快看，迈巴赫，咱们这破镇子怎么会来这种千万级别的豪车？你就是林远吧？我在电视上和短视频上看了你的采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九州餐饮集团兼百纳酒业的董事长许正海。许正海，就是全省开了几百家高档连锁酒楼，身价几十亿的那个许董。虚名而已。林老弟，有没有兴趣聊聊？大伟，倒茶。林老弟，我这人做生意喜欢直来直去，我看中了你手里那张祖传的母本酒区配方和绝缘人设，开个价吧，配方卖给我，我给你500万现金，一次性买断。徐董，如果您大老远跑来只是为了买断配方，那您可以回去了，茶水钱免了。嫌少？800万，这是我的极限了。不是钱的问题，配方是死的，酿酒的人是活的。卖了配方，我就等于卖了祖宗的招牌，也断了我自己的根。如果徐董真的想赚钱，我们换一种合作方式。哦，你想怎么合作？说来听听。我要技术入股，我们合伙建厂，您出资本、出场地、出销售渠道，我出技术、出配方，负责全盘品控。我不要您1分钱的买断费，我要新酒厂30%的干股，外加绝对的生产管理权。林先生，您好大的胃口！您1分钱不出就要徐董投资建厂，还要拿走30%股份。您知道建一个标准化酒厂要多少钱吗？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市面上的白酒品牌多如牛毛，但真正缺的是信任。我现在就是全网最火的良心 IP， 只要贴上我林远亲自把控的标签，您的酒楼能直接打入高端市场，这其中的利润绝对不止建厂的那点成本。好一个绝不退让的林远，有野心，有脑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小刘，马上拟合同。镇西头有一家倒闭的食品加工厂，占地50亩，我今天下午就全资收购下来，改建厂房，拿30%的股份，担任厂长兼技术总监。徐董痛快，但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说我们酿酒的原材料必须优先收购本镇和周边村子的粮食，乡亲们种地不容易，我要带着他们一起赚钱。哈哈哈哈，有格局。好，我答应你。半年后，秋高气爽，镇西头那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厂房已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尖端设备和恒温酒库的现代化工厂。今天是正式剪彩投产的大日子，几百个经销商和老许的朋友都赶来了。林总，我们华南大区今年先订1000万的货，全款今天下午就打到你们对公账户上，只要你保证产能，别断货。去，1000万也好意思开口，3000万现金结账。各位老板不要急，不要吵，只要合同条款没问题，按照排期，大家的货都能保质保量的供上。我林远做生意，诚信第一。刚才镇上派出所的哥们儿给我打来电话，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下来了，说赵大山因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造成多名群众重伤和残疾，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处罚金200万。他侄子赵强作为从犯，判了7年。还有赵大山和赵强家里所有的房产、存款，包括之前那个强占你的破院子，全被法院强制拍卖了。知道了，罪有应得。林总，
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徐董和大家都在外面等着你讲话呢。走吧。如果我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可能也像赵大山一样，在铁窗里虚度光阴。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冲动动手打人，现在的我也毁了。真正的反击，从来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利用法律规则对那些井底之蛙进行彻底的降维打击。属于我林远的商业帝国才刚刚拉开序幕。